弥陀佛，师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师父，谢谢师父。你们这个那边现在几点？台湾现在几点？晚上6:33。啊，所以今天跟你讲这个修行中的这个有关这个悟道的悟法啊，怎么去悟呢？每个人每天所遇到的事情啊，怎么去分修行和这个不修行的，就看他在这里头是不是能够悟道。什么叫悟道呢？这个悟道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儿，就是你得从中这里头每个事情你都能悟得一种心得，而是这种心得还必须是能够入出离最不道的心得，还必须是这种心得，这才称为悟道。你比如说有些人去见了钱了，哎呀，他就觉得这个地方有钱，他想什么呢？想自己多得。有的人就想我多挣点儿，那我怎么去把钱挣回来？有的人就想我怎么去，怎么去拿得起这个钱？有的人就想我怎么去抢这个钱？所以从这些新的表现来看呢，说这所有的这个从中，他看了钱他有一种心得，悟得一种想法，想法就是悟得啊，想法就是悟呀。你看什么东西，这就是悟。你比如说有些猎人呢，看天上有鸟飞，这玩意一枪干下来好吃，对吧？那有些人看，天上鸟下来，我看鸟叫声真好听，那长啥样想看看，对吧？这想法不一样，这缘分也不一样。修行人的缘分，修行人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说，这鸟这么飞他做鸟，他怎么做的鸟呢？所以说，释迦佛成佛的时候他说了十方世界乃至草木蝼蚁，皆具如来智慧德相。解印妄想执着故而不能证得。其实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这个话呢，大家记住的也不全但是翻译的可能也有问题。说指印解印妄想执着故，不在这上头，就是你能不能悟对它，能不能想对它，能不能因此呢，获得因此缘分一种处理道处理最苦的法。修行人每个人碰见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们去办这个事情，你碰了别人骂你，你才知道他骂我会生气，那我是不能骂别人的，我骂别人会生气。当我没事骂人的时候，我送给大家的是一种什么？是一种罪孽，因为我老骂人，我送给他们的就是罪孽。所以遇事情我就嗔恨别人，别人不知道但是我嗔恨我难受，这是送给自己一份什么？一份罪孽。所以这些事情你悟到以后，这是处理最苦法。因为当我知道我不骂人的时候，我不给大家带来麻烦，我这是一种善。当我不嗔恨别人的时候，我自己高兴，自己舒服，我这是一种修道所得这是一种福，从这得佛法。说你们日常能够听到的佛法，他们说善，我们善怎么着的，他连善是啥都不知道，经常去这个去惹恼别人，也经常使自己烦恼，他就不知道善是啥。在跟着师父修行过程中，这些你们必须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弘扬佛法？其实说白了，还就是想把佛法推给大家，使大家都能从苦中出来。为什么在西方的社会，人家对大家很友好呢？友好换来的是什么呢？友好换来的自己舒服，别人也舒服，所以他的社会就比中国干净很多。中国
现在的共产党这种邪政啊，他传播的是斗争哲学，谁都不好过。你党管主席成了动动脑子啊，别人去戳动你，哎，你不高兴啊，到时候追杀我们，然后呢，你杀了别人，趁着别人你自己不舒服啊，人大家都不高兴，他这样，所以这是种罪恶世界。所以现在你把世界上就可以分出来哈，罪恶世界是中国啊，是共产党的中国是罪恶世界，你像朝鲜更是罪恶世界。那么它一些善世界呢，讲究互爱的世界，西欧啊，还有这个美国啊，它讲究这个互爱，可是呢，大家现在分不清善与恶了。为什么分不清？他不知道。这种世界，你即使再强再有东西也不行，你听明白了吧？再强再有东西，那是恶呀，大家都不高兴啊，都听懂了吗？是不是？那么西方世界是不是就好呢？也不完全，因为西方世界毕竟它没有这套佛门的理论垫底，它只是讲究互爱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所以它呢还是一种就是粗俗的这个文明，粗俗的善。你等等咱们的这个世界建起来以后，你就知道这是真正的让所有人都能获得幸福、获得自在的一种世界，那就是佛的善世界。这别人不懂整天说善，那什么又真的又善的又怎么的，当讲究这些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呢，他就是有妄善，也就是莽善瞎善胡善乱善，都听懂了吗？听懂了，都听不听懂？听懂了，师父。听懂了就给师父好好去修行好好去修行不要做口业。什么叫不要做口业呢？你不知道的事情不要乱说不懂的事情不要乱说，那叫口业。你惹了别人，你毕竟不好然后呢，口业你谤了佛、谤了法、谤了善知识，最后结局就是受罪都听明白了吧？所以口业要少做善事要多做。你们在推受的法在台湾推行佛法的时候，当你们入了道手，你才知道真正的有人了，建起善世界了，你才知道哇，这么美，这么棒，这么好。其他那些人一说了，哎呀，我们讲极乐世界我们讲净土，我们讲禅宗，我们讲公我们讲法，那是胡说八道，都听懂了吧？听懂，师父。咱们要建设什么？建设自己的。建设什么？不是自己的。我们建的就不是自己的，是你在里头也成为自己的，建设善世界责任重大了好了，你们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问题师父，我是明照你说你可以吗？可以我就是昨天师父说了这件事之后我就去找地图要有山有水的地方就很不容易的但是我终于找到了就在那个台中站，台中那个高铁站附近，乌日嘛乌日附近乌日附近要到那个站之后再坐个火车或者是客运就可以到那个彰化县的花坛乡这个算是最近的了因为彰化的高铁站很远很远它跟这个乌日很远的所以不行那这花坛乡这个地方呢，那花坛乡到这个有山有水这个地方那一段呢要骑摩托车的，那个地方是没有什么交通设施要骑摩托车的，所以我就想起那个演来他上一次
因为你来会骑摩托车，上就是我跟他去花莲的，所以我想礼拜四，因为礼拜四那个你这个岁数行吗？你这岁数行不行啊？啊，你这个岁数行不行啊？你身体行吗？你岁数这么大了，你骑摩托车不颠得慌啊？我坐的后趴，我坐的后面，我坐他后面。好。所以请问一下，师傅可不可以啊？可以。我先跟你说，是不是今天跟你讲善世界了？你们跟着师傅了，咱见的就是善世界，而且修的就是处理最苦的法。见了善世界，你直接处理了，是这个真的就是佛法。你呢，就利用现在还得有限的时间，因为毕竟岁数大了嘛，比他们年轻的差好远呢。做一个使者做一个咱们不管是从哪来的人的使者，去共同在台湾建立一块佛的什么极乐土，一定能昭示给大家。你放心现在我看了，他们这个工作速度非常快。当我们把这个东西建起来的时候，哇，原来这么美，这么细，这么好。我告诉你，就在那搭个棚子楼上看，都美死了。但不懂为什么。你看我们在这看，在这一小镇里头，怎么他们在盖房子跟我们盖的是一样？为什么这么美呢？在中国高楼大厦怎么那么不好看呢？怎么那么不得劲呢？这就是善世界与恶世界之间的区别，你听懂了吧？是的，懂。你这个它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花草树木那一看这个树叶它都美死了，就这个样子的好了你这个去办就行去办就行。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这个福这一辈子学佛，到了今天，这真的开始准备进入极乐国土。我告诉你，活着进入师父的国土，你想想看，走了才能上哪去啊？这指定的，极乐世界的干活了，懂吗？是的。没啥呀。哎呦，你现实是不对的你得干什么？这就讲真的感恩了，你得感恩十方佛陀。不光是你师父在忙我要不是十方诸佛的到处帮师父，你觉得你师父就地要饭的能走到今天我跟你说过，我一开始就是背一香包拖一波，在路边坐着那个别人一看就跑的这种人，为什么？他们不认识。我再坐个公交车，再坐个公车，人就哎呀，伙计是你，哎呦，我不能拉你撒腿就跑了，就开4轮就跑了。为什么？怕我不给钱呢？要饭能会给他钱吗？听明白了吗？明白。你看，师父走到今天怎么走到的？谁帮的？给我说。十方诸佛。对，十方诸佛帮的呀，所以他们帮师父随便，邪道多了去了，那帮师父对不对呢？非常对，因为他有罪呀。所以这些法可以叫修行人听，不可以叫那些不修行的人听。你在那些各个这个地方待过很长时间，他们修的啥你是知道的，你获得不了任何处理最苦的法，到时候还生个嗔心生个烦恼你到这怎么生得了烦恼？我跟你讲的，生不了烦恼的，对吧？你生烦恼，那不给自己过不去吗？是的。你干嘛要给自己过不去呢？你要给谁过不去？要给我没处理对苦，这我过不去，我得赶紧跑，这就精进也高兴浑身出的汗，我出了汗直干，怎么的？我跑出来了，我逃出来了，离了对苦世界了。我听明白没？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师父舍弃中国现在就是邪正暴政罪恶政，那你师父说的不正常吗？有人问，那我问什么？你不想脱离罪苦吗？离中国就脱离罪苦了。离中国呢，其他国呢？其他国比中国强，这就一步一步走上哪了？走向极乐嘛，是不是？你总得从泥潭中拔出腿来，中国就那罪恶泥潭，你拔出腿来到台湾，台湾告诉你罪恶也不少罪恶是谁的？
你毕竟你不管你随便怎么活都行嘛，对吧？这个是他们自己的，这就开始罪恶与善福有分别了。你在中国福就是对，罪是福，它没有分别的，它根本就不存在福。师父讲那个作恶也有福报，指的是什么？地狱恶鬼畜生，他不也有福报说呀？什么福报？他比像吃别人的心就可以挖手吃那叫福报，那叫罪恶，对吧？那么他有福报，那被吃的不就没有福报吗？所以罪恶的福报和善事业福报完全是两回事听得懂了吗？懂，明白。福报也不一样啊。那极乐世界的福报怎么会跟那个凡夫俗的福报一样呢？凡夫俗吃大鱼大肉就有福报了。我们这，哎呦，今天吃这个西北风挺好吃我坐这呢，刚才就是在喝西北风。哎呀，这个地方真舒服我还拍了一大群的鱼，都说水至清则无鱼，这个水一清就见底，清成这样的鱼一群群的，听懂了吗？是，就这样至清而无鱼是错的。错的，我这不能不给你看，这一堆的鱼清的见底吧人家都没去打这个鱼的吧他也有规矩的。所以说是不是跟你说呀，福报不一样。今天是不是跟你讲罪恶世界的福报，你邪恶也有福报。福报是什么报？邪恶中的福报你比如说你在台湾有些人不也讲吗大鱼大肉吃得好那是这些东西叫福是不是这样的？那中国的传承你吃人家肉成为福报了，是不是这样的？是。那我们佛门看它是啥呀？罪恶。那是重罪对吧？对。所以说呢，咱们这福报那不一样轻福怎么叫轻福呢？根本就不跟他们谈福报不福报的问题。他们有福报吗？他们的福报不就是一些罪恶吗？他们的罪恶是福报，福报是罪恶，所以这作恶也有福报所以他求福多财多子多福，哎呦多子多福，我是多福子，福子多福福子多福，都听明白没好，你还有什么想法呀？我想请师父加持我们下礼拜4去的时候，因为这个中介没有这个地方我们自己去找而已。沿途碰运气，看看有没有挂牌子这样子。没事你们去全趟旅游，高高兴兴去，高高兴兴回不一定能看到哦。我先跟你说呀不一定能看到。为什么呢？高高兴兴去，高高兴兴回。我告诉你，修行就这样因为高高兴兴去是旅游全呐，对吧？来自在的了，兜风。80岁老太太跟着一个50岁的就是干嘛兜风去了，这玩意儿这太有福了兜完风回来了，告诉我兜风了别凉着就行。然后遇上了也别觉得哎呀我遇上了没那事儿咱要的是遇上嘛，对吧？他们肯定有挂牌子也不要怕大，也不要怕花钱够这么大的地盘哎呦这么好的地儿哎呦他卖哎呦这个要好多钱，他有好多钱，有好多钱的道理，对吧？是。你如果遇不到遇不到就高兴回来，就等于是逛街了。对，不是等于是我们本身就是去逛街的。师父也没去师父你看天天的逛悠逛悠，看看这也好那也不错，看看人家哎呦这个人黄头发，哎呦这个人他妈黑头发，那西方世界还有黑头发有一堆听懂了吗？是顶礼师父，感恩师父。好，你们谁还有事谁还有事没有事因为我在街上就这样的这个你们有录音的话，那么就把这个录音就发给大家，让全世界的这些真实的想脱离罪苦的人听听
听听你师傅是怎么讲的，这个地身和尚是怎么讲的这些事情啊。好了哈，这样的吧哈。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谢谢师父，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阿弥陀佛，感